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爸送了我一幢大别墅，我嫌它太豪华，会影响我文艺才子的校园男神人设。去过一次后，就把它给闲置了。1个月后，学校社团来了个学弟，他说别墅是他的，还说他爸是首富。看着又矮又矬、满脸青春痘的学弟，我陷入沉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我们大学的艺术社当社长，艺术这个东西讲究天分，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人民币玩家，所以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其实我爸是首富，原本我好好披着马甲当男神，顺便和娇俏可人的女朋友谈谈恋爱。突然有一天，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学弟被人簇拥着进了社团。他说他爸是首富，我第一反应，首富换人当了。直到他亮出手机里我老爸江有富的照片，往自己的脸旁边一对，渐渐一笑说，我跟我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懵了，连忙打电话问我爸，他什么时候给我搞了个弟弟？我爸用祖宗18代诅咒发誓，他就只有我这一个独苗，我才相信了他。你爸是江有富？我怀疑地问他。没错，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叫江彬彬。他大言不惭。我的火气腾腾腾地往上冒。江有富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他自己知道吗？但我不打算立马戳穿他，我想看看他冒名顶替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江饶学长，让斌哥进社团吧。斌哥说这周末可以让我们去他家的大别墅烤肉。社员云凡喜滋滋地说，行，把学生证拿来，我登记一下。我把手伸向江彬彬，江彬彬有点犹豫，但还是把学生证交给了我。我翻开他的证件，看到籍贯一栏，赫然写着云城。我纳闷，首富不是江城人吗？你的籍贯怎么是云城？江彬彬反应很快，毫无破绽。我家祖籍是云城的，只是目前定居在江城而已。什么云城？我家祖籍就是在江城。他这是笃定了没人会真的去查，才敢这么信口开河。我老爸注重隐私，向来把家人的身份信息隐藏得很好，这才给了江彬彬钻空子的机会。你说这周末要带我们去你家大别墅烤肉？我边登记边抬起头问他。江彬彬眼里闪过一丝骄傲。没错哈，我爸给我在学校不远的紫荆台买了座别墅，方便我平时有空过去住住。我心里有不好的预感一闪而过，他说的别墅该不会就是1个月前老爸买给我的那个吧？上次我过去看了一回，这个别墅气派是气派，可惜太大了，我一个人住的话觉得没意思，装修也太豪气，不符合我的审美，于是就这么闲置着。这怎么突然就成他的了？社员们激动地围在江彬彬身边，首富家的大别墅，我能去吗？彬哥，算我一个，我也想去。江彬彬来者不拒，大方地笑笑说，大家想来的都可以来，得到社员的一致欢呼。我心里冷笑，别墅的大门是有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的，系统上只录入了我一个人的信息，我倒要看看江彬彬怎么进别墅大门。女朋友宋韵约了我在食堂吃饭。宋韵是学生会干部，虽然家境一般，但是很有气质，人又上进，对我更是死心塌地，一心一意。交往2年，我决定找个时间摊牌身份，然后带她回家见见家长了。小韵，你知道江有富的公子吗？她扒拉了2口饭，意外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大一的那个江彬彬？我一噎，差点被嘴里的饭给呛到。宋韵忙给我拍背，
心疼地责怪道：“怎么还像个小孩子，吃饭也能呛着？”没想到连宋韵都听说了这个假消息，这倒是让我非常被动。我沉思几秒，决定在打假江彬彬之前，先不透露我是江家儿子的身份，免得宋韵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对，就是那个江彬彬，没接触过，不熟。我想也是，宋韵平时都跟我在一起，哪会对一个富家公子有什么了解？于是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宋韵吃完饭说是有事，匆匆走了。我下午没什么事，就继续坐着慢吞吞吃饭。吃着吃着，我对面的座位上突然坐下来一个人，我以为是宋韵回来了，抬头一看，却是江彬彬。江饶学长，原来宋韵学姐是你的女朋友。江彬彬自顾自地坐下，高傲一笑，来了句：“我看上他了，学长主动退出吧，条件随你提。”我从小的教养告诉我，做人要低调，千万别炫耀。是以，我作为真正的首富公子，20年来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这么狂的话，今天却从一个冒牌货的嘴里听到了。我冷笑一声，恶意满满：“那你说说，你能出得起什么样的条件？”江彬彬高傲地说：“学长已经大3了吧？等你毕业了，我可以推荐你进江生集团工作。”江彬彬伸出手指比了一个7，告诉我年薪能有这个数，就这。我笑了，也就是说，你现在什么条件也拿不出，就想空手套白狼。江彬彬丝毫不认怂：“学长，我希望你格局可以大一点，别光盯着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他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我反感。我仔仔细细从头到脚用眼神扫了他一遍，然后冷笑说：“你说你是江家的大少爷，我不信。”我看到他的瞳孔急剧一缩，但很快找回气场，说道：“我是不是江家大少爷？等周末带你到大别墅看过，不就知道了？谁说有别墅就可以证明你是江有富的儿子？我不屑，没准那个别墅是你租的。”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弹了弹他做了锡纸烫的头发，笑笑说：“头发是刚做的，还染了色，看着挺炫酷。可你头发好稀疏，平时很少保养吧？”我又强行抓过他的手：“哟，戒指没少戴哈，不过你手掌心怎么都是茧，跟常年下地干活的人一样。难道江家大少爷平时还需要干粗活吗？”我再捏了捏他的衣服，裤子鞋子都是大牌，像是精心打理过的，不过跟你的气质完全不搭。你的穿着打扮真是怎么看怎么别扭。该不会衣服是你偷的吧？原本就心虚的江彬彬被一句偷的给刺激的炸毛，丢下一句神经病，头也不回的溜了。我乐了，他该不会真的是小偷吧？宋韵家境不好，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怯生生的，又黑又瘦。后来我帮他改善伙食，带他融入自己的朋友圈子，甚至他的生活用品、服装配饰都是我来买单。看着他从胆小畏缩的小姑娘一点点变得明媚开朗，被同学当成富二代，被男生暗恋，我心底满满的都是成就感。我自信宋韵心里只有我。别说这个假冒的江彬彬又矮又矬，说的谎话完全经不起推敲。就算他真的是首富的独子，我也自信宋韵会在我和他之前选择我，所以我压根没把江彬彬的挑衅放在眼里。毕竟他这个跳梁小丑，等到周末到了，不就被打回原形了吗？何必计较？晚上，我和江彬彬在食堂对话的视频被人发到了校园网。才子 vs 太子，投一票看看谁能抱得美人归。
帖子被加精置顶，短短时间里，前来投票的人数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蹭蹭蹭地往上涨。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投江彬彬赢的人数竟然远远多于投我的。我往下翻了翻评论，有人说在如花美男和少奋斗30年之间选，我选择后者。还有人说在资本面前，才华一无是处。大家都这么现实的吗？这显得我隐藏起高富帅的身份好像很蠢。而且大家都这么瞎的吗？江彬彬的伪装明显假得很，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出来？我不死心，继续往下翻，终于找到了一条正常的评论 ，ID 向晚，以江彬彬的年龄推算江夫人怀孕的时间完全无法对上。该年江夫人行程较满，且全年都有照片流出，并没有怀孕迹象。附江夫人全年照片，学妹眼明心亮，逻辑顺。我反手给她一个点赞。路人的评论如何，我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而是像往常一样去学生会找宋韵。刚到学生会办公室，我就看到宋韵被江彬彬纠缠着，我是真的怒了，顶着我的身份骚扰我女朋友。江彬彬是真的欠收拾，假太子当小偷还不过瘾，你现在直接当小三是吧？江彬彬本来就心虚，一句掷地有声的假太子最能戳到他的肺管。江饶，谁是假的？江彬彬拉下脸来，我嗤之以鼻，还用我再说一遍吗？又矮又矬，谁给你的自信敢冒充高富帅？我以为宋韵是被纠缠的那一个，我理所当然的以为他肯定是站在我这边的，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宋韵挡在了江彬彬的面前，皱着眉对我说：“江饶，你少说几句，阿彬不是你想的这样。” Excuse me， 白天还跟我说和他不熟，晚上就叫上阿彬了，不是我想的这样，那是哪样？我盯着他的眼睛质问。我这个人其实很好说话，但在感情里我有洁癖。我的女朋友可以憨，可以穷，但不可以把我当傻逼。如果她背叛我，那我会立刻让她出局。我愿意听她解释，可她一个劲推我走。我先陪你回宿舍，回去路上跟你说。我甩开宋韵，指着江彬彬说：“不用回去，就当着他的面解释。现在有的是时间，你可以解释。”宋韵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江彬彬见到这种情况，得意地笑了，直接牵起了宋韵的手。学长何必自取其辱？事情就是我对宋韵学姐表白了，学姐答应给我一个追求她的机会。宋韵脸色很不好看，但没有松开江彬彬的手。她牵江彬彬的手上还带着我送她的生日礼物，我托表哥从国外带回来的，价值几十个 W 的手表。要说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简直可以用惊天霹雳来形容。倒不是我对宋韵有多深情，我只是接受不了两件事：第一，我看走眼了，看上一个墙头草；第二，墙头草放弃我，倒像一个骗术拙劣的矮矬男。他甚至还没吃到江彬彬给他画的饼，就这么倒戈了。但凡他查查我这2年送他礼物的价格，就不会这么心安理得吧。我转身就走。我知道我和宋韵之间玩完了，我有爱情洁癖，无法接受一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渣女。宋韵追了上来，路上她拼命向我解释：“阿饶，你听我说。”江彬彬问我他能不能追我，我怎么回答吗？我只能说这是他的自由，别的我真的什么也没说。求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不会接受他的，我只爱你一个。宋韵扯着我胳膊，一路从教务楼扯到了教学楼。放手！我真的气笑了，
渣女当我读幼儿园吗？以为3、2句话就可以骗我回头。我不想跟她多费口舌，可宋韵看准了我不会对女人动粗，直接缠了上来想吻我。我伸出去推她的手也被她抓着往自己腰上按，正僵持着，教学楼里走出来一个人，这人直接走到我们面前，一把捏住宋韵的手腕，利落的一个内旋就把她给推开了。痛！你谁啊你？宋韵被推倒在地，手臂吃痛，吱呀乱喊。女生转头问我：学长，你没事吧？我这才看向她，一头干净的长发，五官立体灵动，她的脸有点眼熟。她不是那个在校园网上帮我说话的人吗？向晚，我脱口而出。女生一愣，像是没反应过来我竟然知道她的名字，随即朝我点了点头，瞥了一眼摔在地上委屈落泪的宋韵，问我她怎么办。我看向宋韵，宋韵连忙对我说：阿饶，你相信我，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好不好？刚才的事真的是误会，你先让外人离开。我心里觉得很悲哀，这个两面三刀的女人是不是一直把我当作好骗的冤大头？我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她敢耍我，我就让她尝尝什么叫肠子都悔青了。我拿出手机拍下宋韵求复合的样子，我边录视频边说：宋韵，我们交往了2年，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只要你在视频里再说一遍你刚才说过的话，你说是江彬彬在单方面纠缠你，你对他没有好感，你绝对不会接受他，只要你说了，我就原谅你。宋韵，你敢不敢说？我把手机凑到他的脸边，让他看清视频里他狼狈可笑的样子。他的表情由红转青，由青转红，我对他心里的想法一清二楚。他现在妆也花了，仪态全无，气质尽失。如果真说了上面的这段话，那别说是江有富的独子了，换成是任何一个有傲气的男生都不会再接近他。而他不想错过江有富的独子。江饶，没什么好说的。宋韵撇开脸，我们分手吧。终于得到意料之中的结果，我嗤笑一声，冷静地关掉视频。滚吧，我冷冷对他说。宋韵大概是没脸看我，低着头直接跑远了。其实我的心里没有外表看来的那么平静，那一瞬间我特别想冲过去直接亮明身份，再大声告诉他：白痴，我才是那只你想攀上的金龟婿，你曾经离机会只有1步之遥，可惜现在永远错过了。但是我没有，我忧郁男神的人设不能崩。我告诉自己，往好处想想，在我和宋韵没有实质性牵扯的时候，让我看清楚他的人品，也算是件好事。我回头打算谢谢向晚，一阵风吹过，带着沙子进了眼睛。我忍不住眨了眨眼。学长，他不值得的。向晚误以为我哭了，他的声音莫名轻柔，失去你，他会后悔的。嘿，我心想，这学妹看着霸气，没想到还挺会关心人。知道了，我说。第2天，宋韵和江彬彬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在艺术楼前遇到他们的时候，宋韵正无视看八卦的学生，紧紧挽着江彬彬的胳膊。江彬彬趾高气扬，笑容里带着胜利者的得意。江饶学长，又见面了。我嗤笑一声，假太子和劈腿女真是天生一对。每次我说假太子，总会让江彬彬变了脸色。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他铁青的脸，问他：假太子，你演这么一出大戏，就为了撬我墙角，值得吗？江彬彬隐晦地扫了眼宋韵手上戴着的手表，不屑地撇嘴：学长不识货，我识货。宋韵学姐的价值，
我比你更清楚。很好，我真想看看他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样子。那周末的别墅之旅，我拭目以待。江彬彬还想再跟我打嘴仗，我的胳膊却突然被人给搂住了，一个温软的身体拱进我怀里，挽着我转身朝楼内走去。我循着胳膊看去，搂着我的正是昨天帮了我的向晚。我诧异问：你怎么在这？向晚眨眨眼，恰好路过，不想看你输，来帮你一把。我明白了他的话外之音，分手遇上前女友，谁没对象谁可悲，他这是在帮我找回场子呢。我点点头，轻轻说了句：学妹，谢了哈，任由他搂着我，经过一众人的眼神洗礼，大大方方地往前走。今天是艺术社开社团会议的日子，偌大的阶梯教室里乌泱泱坐了一大波的人。我召集了所有的社员来开会，其实是有个比较重要的事要宣布。江生集团旗下的艺术小镇发来邀请函，邀约50名艺术社的社员前往艺术小镇观光学习1个月。关于艺术小镇的来源，还要从2年前说起。大一那年，我竞选上了艺术社社长，一高兴就心血来潮给老爸打了个电话报喜。没想到当天下午，学校就收到一笔来自我老爸的巨额投资，指明了要拨给学校的艺术社使用。要不是我强烈反对，老爸甚至想直接坐飞机来我们学校给我颁发一个荣誉勋章。为了让我坐稳艺术社长的宝座，老爸大手一挥，在城南投资建设了一个文化艺术集散地，名字叫艺术小镇。小镇引进了2000多家时尚企业，上百名的国内外顶级设计师聚集于此。因为我不想暴露身份，所以老爸以公司的名义跟校方签约了一个人才导入协议，对外宣称校企合作，以创业带动就业，打造时尚产业人才高地。学校每年都会定期输送艺术社的社员进艺术小镇学习，久而久之，别人都以为这是合同里约定好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所有的名额都是由我来直接指定的，跟协议没有半毛钱关系。看到社员都来了，我开始点名：美术系的于露、张菲菲、宋思东，产品设计系的卢月、方野，以上50名同学，明天早上10点之前在校门口集合，坐学校安排的大巴车前往艺术小镇学习1个月。被点到名字的学生高兴地欢呼了起来，毕竟能去艺术小镇，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机会，甚至在以后求职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优势。我合上点名本，正准备说一些注意事项，江彬彬的跟班云凡突然跳了出来打断我：学长，你私心也太重了吧，凭什么选的都是和你要好的人？要说我选的都是和我要好的人，那纯是种污蔑。首先，当社长最起码的要求是一碗水必须端平，否则他当能考上这所大学的高材生都是泥巴捏的个性。我不公平的话，谁能服我？其次，我也是要脸的，艺术小镇就是我家企业，高管都是认识我的，输出一波关系和我要好但是无才无能的人，最后丢的还不是我自己的脸。所以不用我亲自出马，就有社员替我出头。你凭什么说学长不公平？没错，这个名单里的人都是公认的有能力的，而且大部分人都大4了，需要实习的机会。你一个大1的新生，不懂规矩，瞎说什么？跟班怂了，立马推了江彬彬出头。他用胳膊捅了捅江彬彬，小声说：彬哥，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凭什么都是学长说了算？江彬彬之前接二连三的被我戳中痛点，心里早就拱了满满的火，借机找茬说：小凡说的没错，艺术社没道理是你的一言堂。我提议重新选人，我眼皮都懒得抬。艺术小镇不是江生集团旗下的吗？让谁去实习，还不是江大公子一句话的事。江彬彬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不妙，立即拒绝。公司的事目前都是我爸做主，我不会插手，安排个把人实习而已，怎么能算是插手呢？我凉凉地说，还有谁想一起去实习的？去求一求江大少不就行了？跟班看江彬彬的眼神亮了，我冷笑，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没再理会黑着脸的江彬彬，我对需要去实习的社员说了些注意事项，又公布了本学期的活动、比赛等等，然后宣布散会。会后，向晚约我吃饭，第六感告诉我他对我有意思，正好我也饿了，于是我们一起去学校门口吃寿司。我边吃边等他表白，可他东拉西扯的，就是说不出主题。我问，你是不是喜欢我？向晚脸都僵了，半晌后点点头，我喜欢你2年了。我有点意外，那你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表白过？向晚头一低，向来爽朗的人这会儿看着竟然有点落寞。准备表白的时候，发现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哦，我有点同情他，不过我刚失恋，还不想这么快就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正想拒绝他，就看他突然抬起头，双目和我对视。你先别拒绝，听我把话说完。他看着我说，我比你小1岁，目前大2，读的是经管专业。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父母都是明事理的人，我对自己的感情有了解，对你绝对不是一时兴起。我喜欢了你2年，预判以后也会一直喜欢。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说实话，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其实挺感动的。或许老话说的没错，失恋的人最需要温暖，这份温暖是他给的，我很感谢。不过，抱歉，我还是要拒绝。对不起，我话还没说完，向晚脸色一紧，急忙打断我，你不用这么快做决定，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先相处试试，可以吗？我突然觉得他很可爱，仔细想想，似乎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能让我觉得很愉快。既然这样，那不如就相处试试，好吧？我笑了，那以后请多多关照。女朋友，宿舍里，前一秒我还回忆着向晚惊喜又狡黠的脸，下一秒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相亲。我不可置信，你让我相亲？和谁？老爸沉吟，是你张阿姨家的女儿，小时候你叫她月亮妹妹的，你还记得不？你幼儿园的时候很喜欢跟她玩的。不是，为什么突然要我相亲啊？我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家破产了，需要我商业联姻。说实话，我只想得出这一个理由。哪里？老爸解释说，其实你爷爷给你和小月亮订过一门娃娃亲。我脑壳痛，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玩什么娃娃亲？我不认，没让你认。老爸连忙附和我，只不过这次你张阿姨突然提出这件事，再说我们2家也算至交了，这我哪好意思拒绝？臭小子，你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就去见一面，事后我就说你没看上他女儿。挂了电话，我觉得脑袋突突的，这个亲不相也得相，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2天，我顶着室友的爆炸头假发，穿着炸街装，打了个的士就到了约好的地点。我故意迟了半小时才到，没想到女方比我更拽，她还没来，又等了10多分钟。
我远远就瞧见一个杀马特女孩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我的位置移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杀马特戴着墨镜走到我面前，小石头，我心里犹如10000头羊驼奔过。小月亮，杀马特女不会刚好看上我的造型吧？我话刚说完，杀马特一把拽掉墨镜和假发。我靠，他要干什么？我赶紧往后退了2步，生怕他突然发疯打人。没想到杀马特突然说话了：“江饶，是我。”我定睛一看，杀马特是向晚，坐在咖啡厅里。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晚，也就是张阿姨的女儿，昨天向她妈妈透露，她正在追求喜欢的男孩子。张阿姨一向很开明，十分信任女儿的眼光，但是她突然想到自家老爷子曾经和江家的老太爷，也就是我的爷爷，定过一门娃娃亲，后来向家去了京城，而江家留在了江城。因为发展方向不同，所以两家的后辈交际不多。虽然谁也没把这件事当真，可张阿姨觉得必须要给娃娃亲一个交代，于是给女儿出了个主意，只要2人相亲一回，事后就说没看上，这事不就了结了吗？正好得知我和向晚在同一个城市，于是就有了这一回的相亲。我哭笑不得，向晚却乐得眉飞色舞。他说：“我们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就在这时，我手机上却突然来了个电话，是产品设计系的方野。喂，什么事？我问。电话里，方野的语速很快：“学长，我们到了艺术小镇。小镇工作人员在清点名单的时候，发现有几名同学和对方收到的实习名单不符。名单上动画系的方周周和设计系的罗月文等好几个同学的名额都没了，换成了云凡、陈看这几个和江彬彬比较要好的大一新生。”方野的意思很明显，实习名单被江彬彬动了手脚。我突然想到，昨天我把实习名单放到部里老师办公桌上的时候，宋韵和江彬彬也都在场，这是一定是他们干的，所以他们明知道老师的办公室有摄像头，还是明目张胆地更换了实习生名额。我想我大概猜到了江彬彬的心态，他以为实习名额是学校安排的，对接人也只认名单而已，而丢了名额的学生大概会认为小镇是因为首富太子的命令才更换名额，也不敢闹事。他这是在赌，可惜他注定会输。挂了电话，我忍不住嘲笑他们的愚蠢，他们这是主动找死啊！我给艺术小镇的实习负责人打了一通电话，2个小时后，江彬彬的小跟班等人就灰溜溜的被赶了回来。跟着一起来的还有负责校企合作的张主管。张主管带着像鹌鹑一样的几个学生，杀到了艺术系主任的办公室，把几个学生私自更换实习名额的事情原本的和系主任说了一通。云凡等人自然不会白白背下这个黑锅，立马把江彬彬给供了出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正听到云凡带着哭腔解释：“张主管，真的不是我们换的实习名单，我们只是让江依依给我们一个实习的名额而已。”云凡郁闷着补充了一句：“哦，江彬彬就是江生集团的太子爷，他爸是江有富，张主管是认得我的，为防他现在就戳穿江彬彬，我立即推门进去，用安抚的眼神示意他先别急，我还想看看江彬彬到底怎么进我的大别墅呢。”张主管清了清嗓子：“我本人不认识江大少，不过不管是谁犯的错，希望学校都可以公正处理，不要徇私。”系主任连忙点头：“
保证学校一定会严惩肇事者，然后恭恭敬敬把张主管送走。调出系里办公室的监控视频后，一切很快真相大白，竟然是学生会干事宋运动的手脚。第二天，学校通报宋运记大过一次，撤销学生会职务。至于江彬彬，他虽然因为没亲自动手脚而好运地躲过了处罚，可是关于他伪造首富公子身份的流言已经在满天飞了。江彬彬一整天都不敢出门，但是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是伪造。他强调，周末就可以带同学去大别墅玩，到时候就能证明他的身份。宋运也出面把一切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把江彬彬摘得一干二净。于是大家整齐划一地唾弃宋运不要脸，为了跪舔江彬彬，什么没原则的事都肯干。宋运顺风顺水惯了，别人的辱骂和白眼让他完全无法忍受。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寄希望于可以因此得到江彬彬的愧疚。可惜他的豪门梦很快就将破碎。周末很快就到了，对江彬彬持怀疑态度的同学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见首富家的大别墅。江彬彬对这天也是格外重视，浩浩荡荡地领着几十个人到了紫荆山别墅的门口。这就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别墅。江彬彬指着偌大的别墅高傲一笑。看到真有别墅，原本认定江彬彬造假的同学心里也有点不确定了。人群里叽叽喳喳羡慕开来，好大的别墅，不愧是首富的手笔。宋运也来了，一脸的与有荣焉，仿佛这别墅是他的。我约了向晚一起过来看热闹。我一抬下巴直指江彬彬，大门只录了我一个人的信息，我倒要看看江彬彬怎么进去。一群人在外面观摩了好久，江彬彬终于走到门前准备开门。我以为他要用指纹或者刷脸解锁大门，不由得够着脑袋去看，没想到他却突然按下了门铃。门铃，别墅里有人。我懵了，谁在别墅里？过了一会，一个50岁上下的佣人打扮的阿姨从别墅里走了出来，把江彬彬迎了进去。这下连向晚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我赶紧给我老爸去了一个电话。喂，爸，你给我别墅安排佣人了？我老爸很猛。啊，没错，安排了个看房子的，50来岁，姓孙。王秘书看他儿子跟你是同个学校的，比较有缘分，就选了他。怎么了？儿子跟我是同一个学校的。我秒懂了，原来江彬彬是给我看别墅的阿姨的儿子。我要把这阿姨辞了。另外，我要告他带人非法侵入民宅。保安和民警上门的时候，江彬彬的烧烤 party 刚开了个头，蹲下，都不许动。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入侵民宅。几名民警亮出证件，10几个保安手持工具一字排开。一群大学生哪见过这个阵仗，全都傻了眼。直到有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交代了一遍，为首的警察才走到江彬彬的面前质问：你说你是这座别墅的业主？江彬彬脸色惨白如纸，被当众揭穿身份的恐惧让他说不出话来。他把求助的目光看向孙阿姨，期待她能说点什么。不用看了，警察适时打断，冷着脸说：我们已经和真正的业主打电话核实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还不老实交代，想让我带你去局子里慢慢说。警察的恐吓起了作用，孙阿姨一把扑在江彬彬身上。我说，我是这里的佣人，彬彬是我的儿子，他说要带同学来这玩。我想别墅平时空着也是空着，就同意了。
都是我的错，跟彬彬没关系啊！轰！人群炸开了。江彬彬是江家佣人的儿子，他竟然好意思说自己是江家的太子爷。江彬彬牛，论不要脸，我真的就服他。他敢玩这么大。在一句句的嘲讽里，江彬彬身体抖得像筛糠，然后直直地瘫下了。宋韵的脸色青得好像见了鬼，死死盯着瘫在地上的江彬彬，像是要把他看穿个洞来。闹剧结束，除了几名学生被喊到警局做笔录之外，其余的人都回学校了。江彬彬借着母亲在江家当佣人的机会，冒充江有富的儿子的消息，第一时间席卷校园，成为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学校迅速给了他一个记大过的处分，但是等待江彬彬的还不只是一个大过这么简单。老爸在给我买别墅后，顺便让王秘书在别墅里准备好了一应的生活用品、服装配饰，当然这些都是名牌。江彬彬身上穿的用的，伪装自己是高富帅的资本，都是他偷用或者偷卖别墅里的东西得来的。我让王秘书核算好损失后，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江彬彬即将面临几十万的补偿，拿不出钱就有可能坐牢。另一边，许久没见的宋韵托关系找人带给我一段视频，他想约我见面。视频里，宋韵憔悴不堪，右手举了把水果刀抵在左手腕，他深情地对我说：“阿饶，我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我只想再见你一面。如果你不肯答应，我就把这一刀划下去。我在贵宾酒店的302房间等你。”我转头就把酒店名字和房间号发给了江彬彬。从他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对他就已经没了任何耐心。自从我设计让江彬彬和宋韵酒店见面后，又过了半个月，王秘书说江彬彬已经把欠下的欠款全都补齐了。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江彬彬还债的钱肯定是来自于宋韵的。宋韵不清楚我送他的东西有多值钱，江彬彬倒是清楚得很。不过即便是他拿了宋韵身上的东西，不管是骗的还是偷的，那都与我无关。这段时间我和向晚正奉旨谈恋爱呢。对于这段感情，两家的长辈都非常看好，我本人也在一天天的相处中越来越沉浸其中。我们经济实力相当，相处的时候轻松又自在，完全不用像对待宋韵一样小心翼翼顾及她的感受。我们三观和爱好相似，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就算彼此安静沉默，也不会觉得冷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江彬彬是老天派来帮我的，他一出现就用照妖镜照出了宋韵的真面目，还让我捡到了向晚这个大宝贝。这么说来，江彬彬简直是我的恩人。我不再关注宋韵和江彬彬，只专心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学校又传开一个大新闻，宋韵杀人未遂，被羁押了。下午5点的时候，我和向晚正在吃晚饭，学校里传来了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声音往湖边去了。等我们吃完了，才从同学口中得知，宋韵企图捅死江彬彬，被恰好路过的同学看见，于是报警了。江彬彬胳膊中了一刀，被救护车拉走，宋韵被羁押。又过了几天，我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完整始末。那天，江彬彬到了酒店房间，敲开门后见到了宋韵。他原本是想求宋韵帮他还债的，宋韵当然不肯，于是他直接迷晕了宋韵，偷走了宋韵的手表，还私自拍下了不少不雅照，打算以此来威胁宋韵。
江彬彬变卖了手表之后，还清了债务，但很快他身上又没钱了。他不肯回学校，怕被同学耻笑，可他妈想让他面对事实，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他没地方可去，又没钱住宾馆，于是只能用不雅照威胁宋韵给他送钱。宋韵家境不好，当然没钱给江彬彬挥霍，可江彬彬不信，以为宋韵是因为记仇才不肯给自己钱。他质问宋韵，明明他身上的一块表就价值几十万，为什么偏偏不肯借几万块钱给自己应急？宋韵压根不知道手表的事，一再追问江彬彬，才知道被江彬彬拿走的那块手表价值几十个 W。 他当即逼着江彬彬归还手表，还说手表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江彬彬当然不相信，以为这是宋韵找的借口，于是真的在校园网上发了一张在脸上打了码的不雅照来吓唬宋韵。他没想到这一行为会让原本就精神紧绷的宋韵彻底崩溃。行，把学生证拿来，我登记一下。我把手伸向江彬彬，我这件事一出，轰动太大，情节太过恶劣，宋韵和江彬彬两人直接被学校下了开除处分，紧接着双双被判了刑。后来我去牢里见过宋韵一面，宋韵见到我的时候后悔不迭，泪流满面。她说她对不起我，她之前约我去宾馆，其实打算跟我发生点关系，最好拍下视频，如果我不原谅她，她就报警说我强奸，以此威胁我继续和她在一起。她还说她知道错了，老天爷一定是为了惩罚她，才让他被江彬彬迷晕。宋韵问我，江彬彬说，你送给我的表价值几十万，是真的吗？我点点头说是真的，除了那块表之外，情人节送你的腰带，新年送你的胸针都不便宜，等你出狱了可以卖了换点钱。另外我想了想，还是打算告诉你。我亮出手机里的全家福，其实我才是江有富的儿子，如假包换。那天约你吃饭，我问你知不知道江有富的公子，原本那时候我是打算跟你坦白身份，然后找时间带你回去见一见父母的，可惜你劈腿了。不过谢谢你，你的离开让我找到了真爱。我嗅了嗅手上的订婚戒指，现在我很幸福。宋韵崩溃了，他涕泗横流，大声诅咒江彬彬，又不停地甩自己耳光，大喊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们重新开始，直到狱警把他拉走。我看着完全没了精气神，仿佛瞬间枯萎的宋韵，说不清自己心里是痛快更多，还是怜悯更多。回去的路上，我有些感叹，原来前途光明的高材生和铁窗里的囚徒只有一墙之隔而已啊！我惋惜地摇了摇头，向晚紧了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所以说人可以贪心，但不能贪婪，如果不能控制欲望，那就只能被欲望摧毁。还好我这辈子只贪心你一个。我心里一暖，拉过他的手，在他额头落下一吻，就这么说定了，一辈子只贪心一个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